自然这两个字啊，自然而然，顺其自然，听其自然。然后我们说那个是大自然，野外是大自然。自然这两个字啊，我们讲的太顺口了，讲的太顺口了。可是什么是自然？什么是自然？落下，自然落下。你不要去甩它。可是你不是说下来的时候要滑的时候要用力？你先不要，啊，是不要。你先不要，你先不要，你先把它松对。松动。你先松对。它你松下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的时候，你的手臂它自然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它自然会弯嘛，是不是？它自然会弯。你转到这边的话，它自然会到这边来。哦，晓得吗？然后从这边自然落下，它自然甩到这边了。所以说，那我的脚还是说身体要摆动比较大嘛？摆动，要随着它动。身体要随着它动。对，所以你的手臂你松掉甩动，手臂会有一个重量感。哦。这个重量带动出来一个动能，所以你的肩、腰、胯、腿都随着它走。不对，不要用腰做，不要用腰做就变成一个平面圆了，你的手臂就甩到外面去了。不要用力做，你先这样，你先放，落下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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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住，从肩膀落哈，慢慢，停住，先不要动，肩膀松掉，不对，肩膀松掉，再来。肩膀松掉，起来，肩膀松掉，起来，肩膀松掉，起来，肩膀松掉，起来的时候手指尖往外走，手指往外走，起来，落下，从肩松，从肩落，落下，落，好，举高。落，举高，落，从肩落，落下，从肩落，落下，从肩落，落下，从肩落，有体会吗？从肩落起来，手指延伸，落下，从肩落。手指延伸一样就是往外。手抬起来的时候是从手指抬起来，落下，从肩膀落，哎。先体会这个，然后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是这个，就是肩膀，它就是这样落，这样就是手指往，不是起来是手指往外，手指往外。你先不管这个，你不管这个你会乱，你先练落，你先注意力放在落，起来落下，从肩落起来，从肩落，听不懂？先练习这个，从肩膀落。肩膀落，不对，你没落，不要用腰带，是手背的力量，不是手背力量，重量，手臂的重量，重量，放掉。首先开，放掉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打，不要用力打，就放掉，放掉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做任何事，就是放掉，听其自然，晓得吗？听其自然，听其自然，不要控制它停，
不要控制它走，不要控制它的力量，就是听其自然，听其自然，听其自然，自然。要听其自然。自然这两个字啊，自然而然，顺其自然，听其自然。然后我们说那个是大自然，野外是大自然。自然这两个字啊，我们讲的太顺口了，讲的太顺口了。可是什么是自然？什么是自然？什么叫做自然？啊？我们知道啊，我们都讲听其自然啊，顺其自然啊。然后这个外面你到郊外说这是大自然啊，顺应自然啊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做自然？啊？什么？放下。不是啊？受人为干扰。不完全。什么叫自然？想过没有？就是他要什么，就是万物他要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啊。想简单一点嘛。不控制。自然，不控制。什么叫做顺其自然？如果这个旗是一只鸡呢？对啊，就鸡它要做什么它就做嘛。对嘛？就是鸡的自然嘛。鸡的自然，它本身的自然。猪的自然就是猪的自然，就是它自己的样子。对。顺它自己的样子，不要去干涉它。这个叫做顺其自然，听其自然，自然而然。我们为什么叫户外叫做大自然？我们叫一个人工的花园，我们说那个叫做人工景。因为人工景那个树怎么长，在什么位置，什么东西怎么摆，是人的控制。我们到大自然表示什么？表示那现在这里面所有生长的东西，都是顺着它自己的性情而成长起来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叫它做大自然，没有人的控制，这个叫做大自然。我们练拳要追求的就是这个自然。那什么的自然啊？什么的自然？我自己的自然吗？所以肩膀有肩膀的自然啊，手肘有手肘的自然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结构不一样嘛，所以它的运动方式有它自己的一个方式，我们就顺着它自己的方式。那怎么叫做顺着它自己的方式呢？就是你让它给自然嘛，自然是什么？就是重力啊。我们站着，它在重力的影响下，它的自然是这样子动嘛。你如果趴着呢，你趴着，它的自然的方式又变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叫做自然。所以我们练拳在这些东西里面都是什么？都是找回身体的自然。去掉控制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长久的人生经历里面，我们是用控制来管理自己的身体的，那个叫做控制。当然原因有很多，控制我们的生理，我们的心理。那练拳是什么？尤其是道家的拳，道家的拳。就是要借由这个来体会到自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有很多种它自己的自然嘛。我们不能去体会一棵树的自然，
我们只能观察。可是我们不是树，我们不能真正体会那个树的自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问一棵树，很多树林里面很多树，每棵树都不一样。你问这棵树，你为什么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我不知道。我顺应着太阳，我顺应着阳光，我就长成这个样子。你问那棵树，那你为什么长得跟它不一样？你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？不知道。我是顺着风的自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每棵树有它的自然，不同的自然啊，它阳光的接触的多少，或晒到阳光的方向，或者这边的风大，那边的风小，或这边的石头多，那边的土壤多，每一个东西它的自然都不一样，我们无法去体会它们的自然，让我们不能去体会一只鸡的自然，我们可以观察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观察的东西是一个客观的东西，可是不代表它那个主观的那个自然的感受。鸡知不知道它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它不知道，它只是顺着自然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自然？最好的工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身体啊。是吧？所以体会自然，在我们人的身体来讲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去掉干扰，去掉主观意识。主观意识是什么？就这个，我一定要控制它在走一条路，我一定要知道我在管理它。这个就是控制，就是让它失掉自然了。所以我们要体会什么是自然，就是把这个控制去掉。这个控制去掉，你就体会到很多肩关节的自然、肘关节的自然、手腕关节的自然、手指的自然、肌肉的自然、筋的自然，这些东西里面，它们各自的自然，都在你去掉控制的这个时候，你慢慢体会到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说不要去做的是什么？不是要把动作做标准，我们不是在求动作的标准，我们是求什么？去掉控制，回到自然。如果你的手臂的形状、生长的形状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你的路线当然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那是你的自然，所以我不能要求你做的方式跟路线都跟别人是一样，那对你来讲就是什么？就不是自然。听不懂？可是好在我们大部分的人，身体四肢长得差不多是一样的。我是这样弯，你也是这样弯。不像有的人他可以往后弯，是不是？晓得吗？所以要注意这个所以我在要求你们的都不是在要求你们要做到什么，我的要求都是让你们要去掉那个，要你察觉到你的控制，你的控制改变了那个东西原来的自然。所以我要你去掉那个控制，要你去体会控制跟去掉控制前后的状态的差异。看不懂？所以目的在这边。我们这个时代做到这个是更难。比以前人还要难，什么原因尤其有了智慧型手机以后，每天你手机划开都有人告诉你，你应该吃什么，不应该吃什么，你应该怎么睡觉，不应该怎么睡觉，是不是？你应该什么时间做什么，什么时间不应该，太多这些资讯了。
你都搞不清楚，我到底应不应该吃水果？我到底要在中午以前吃水果，对，还是我不应该在中午以后吃水果？我不应该在晚上吃饭，还是我应该？太多了，这种东西太多了，这种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控制，这些东西都是控制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，让我们什么？越来越脱离掉自己的对自己的自然的那个认知。而以知识那些也不是真正的知识，那些讯息，以那些讯息来作为管理我们自己身心的一个依据。这些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就越来越乱。所以后来就是什么？后来就回到对我自己的感受。晓得吗？因为所有人讲的你都不能说他错，可是他是偏于一个方向的，他是偏于一个方向的。好像科学在做实验，他在实验室里面限制了其他所有的因素，他在这个条件环境之下做出的一个结果，他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得出的一个结论，对他那个情状来说是对的。可是科学做出的所有的在限制下面、封闭下面、有条件下面做出的所有的结果，就算那么严苛的环境下，它也很少有100%的对跟错。更何况我们实验到自己身上，那个条件放宽了，加入的因素太多了，我们更无法知道那个的对跟错。所以越来越乱嘛，是吧？像我们成家的人受太太管理的话，如果受太太管理的，你的对身体的认知，该吃什么的认知，跟你太太的认知不一样。你太太说，水果帮助消化，应该吃，那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饭前吃，因为什么？水果里有酵素，可以帮助消化。那你是有学中医不对，水果是寒凉之物，你不能在空腹的时候吃，你增加那个寒凉，增加湿气，是不是？那饭后吃，饭后吃纤维的加入，纤维加入帮助消化。说不对，我食物吃进去，胃正在有血液在消化它，我要把凉的东西吃进去，我妨碍了那个胃的蠕动，肠胃的工作，那怎么办？不要吃好了，好吗？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你不能不吃水果，不吃水果又便秘，然后你又会缺乏很多维生素，所有的都有它的一个道理在，可是那个道理都不是真理，那个道理都是一个方向的说法。所以你到底应不应该吃水果？你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水果？我们要问我们的身体。问我们的身体，我是那种强壮宝宝，身体的能量用不完，我管你什么时候吃啊？吃的东西你都可以消化掉嘛。你说你已经很虚弱了，你拉了几天肚子了，你还在猛吃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找你自己的麻烦嘛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？要尽量去掉那些控制跟干扰，要找回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觉，要找回对身体的感觉。从哪边找？今天在练这个东西，就从这个找啊。你要找我的控制在哪边嘛，然后我去掉它，然后在我控制去掉之前跟去掉之后有什么差别？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应？是不是？你有一个体会了，对身体有一个体会了，你慢慢就会有很多的体会了。听不懂？这是练这些东西的目的。
所以虽然练一个小东西，可是你的着眼点不同的时候，这个小东西它就有什么？它就有很重要的那个引导的功能在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。所以要知道，我们八卦拳里面在练的所有东西，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，而是借由这个东西来练某种身心的东西。看不懂？啊啊，再体会一下。